9月，中国正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成员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智利等都对中国表示欢迎。观察指出，中国申请加入是 CPTPP 缔约以来最为重大的机遇，有助于该协议达成最初设计的经济规模。CPTPP 在2017年美方退出后严重缩水，后由日本牵头。日本主导在其条款中为美国重新加入留有专门的后门。日本还多次在国际场合苦口婆心劝说美国重新加入，但屡次遭到美方的拒绝。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周一在东京访问时，对日本媒体表示，美国将不会加入 CPTPP， 而是寻求建立一个超越它的经济框架。深圳卫视注意到，拜登在10月底举行的东亚峰会上就倡建一个所谓的印太经济框架。分析指出，拜登政府意图以这样一个框架来回应外界对其印太战略口惠而实不至的指责。事实上，由于缺乏经济支撑，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的所谓印太战略都被外界诟病是在耍流氓。但实际上，在美国所称的所谓印太区域，已经有2个现成的经贸合作框架，分别是 CPTPP 和东盟主导的 RCEP。但美国退出了前者，并事实上抵制了后者。亚太这2个经济框架 RCEP。还有一个CPTPP， 之所以能够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继续运转，一个主要是亚太的经济现在发展得非常好，还有一点呢，就是亚太这些经济运转机制，它是符合经济全球化的这个规律的，因此它就富有生命力。因此呢，不论美国是否重返这些或者加入这些亚太的经济合作的框架，亚太经济在这些框架内都会运转得越来越好。对于美国拒绝 CPTPP 或 RCEP 这样的高水平经贸合作协议的原因，其实并不复杂，缺钱是最根本的原因。此外，加入相关经贸协议需要美国国内改革的配合，但在2党恶斗之下，任何动了既有利益的改革方案都将在国会夭折。内政不过关，拜登政府只能向国际社会画一个印太经济框架的大饼。英国金融时报分析认为，拜登在东盟的多边外交场合抛出这样一个没有明确意涵的框架，让其他国家感到十分突然，并不得不担心这是拜登政府对华竞争的一个概念。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曾多次表示，反对本区域成为大国竞争和冲突的地方，也不希望被迫选边站队。德国看守内阁总理默克尔周3接受路透社采访时也强调，普遍性脱钩的做法在他看来并非正确选择，这种做法将令德国和欧盟遭受损失。他建议德国和欧盟应延续对华合作并相互学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4对默克尔的相关表态表示高度赞赏。中方一贯认为，全球化时代，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交流互鉴、合作共赢，才是国际关系的主流。相关话题来连线推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周3在新加坡出席彭博创新经济论坛时表示，美国暂不寻求加入 CPTPP， 但有意在明年初启动超越 CPTPP 的所谓经济框架进程。您对此有何观察？好的，主持人。那么对所谓超越 CPTPP 的经济框架进程呢，雷蒙多他没有细说，但是呢，他至少阶段性回应了亚太多边贸易体系领域的一个热门的悬念。那就是呢，中美这全球前2大经济体，他们谁会最先加入全面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CPTPP。众所周知 ，CPTPP 它的前身是 TPP， 这是呢奥巴马总统时代牵头推进的一个自贸机制性的安排，并且呢最终开花结果签字协议。但是呢，继任者特朗普他一进白宫就撕毁了协定，宣布退出 TPP。那雷蒙多在施城的最新表态意味着，至少美国眼下他是无意转身的。他昨天的这个托词是说由于种种原因，那我认为呢，这其中的最大原因在于这几年国会山的政治风向完全逆转了，坚决反对 CPTPP。至于中方态度呢非常明确，在去年的 APEC 峰会视频发言中，中国最高领导人向全世界宣布加入的意向。那不到1年时间，中国正式提交申请书。习近平也在刚结束的今年的 APEC 峰会上呢，再度倡议构建亚太开放型经济。他强调，中方期待 RCEP 明年如期生效，也已申请加入 CPTPP。至于美方所谓新经济框架这个进程安排是什么？CPTPP 呢，公认是全球现在
最高标准的自贸规则。那作为 CPTPP 以及 RCEP 的双料成员，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曾经公开比较，他说 RCEP 的深度不及 CPTPP， 但是呢，它的广度又超过 CPTPP。所以雷蒙多口中的这个超越，到底有多超越呢？我们从他亚洲访问的行程安排，以及他昨天在论坛上的口风，大致呢可以猜出轮廓。那么他亚洲行的这个首站是日本，然后呢到了新加坡，期间还分别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商务部长会晤。那么接下来呢，他还要到马来西亚，来聚焦供应链、聚焦芯片、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等代表产业发展方向和价值链最高端的这些个尖端技术领域。那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雷蒙多昨天呢，他鼓吹 Coalition of Democracies for Trade， 也就是所谓的民主贸易联盟，他鼓吹人权、隐私权等等所谓的共同价值观。所以呢，雷蒙多他的潜台词也很明确，美方有意在经贸领域，尤其是尖端高新技术领域，再拉排他性的小圈子，继续呢把经贸议题、技术议题来做政治化的操弄。但是呢，我也要强调，美方这所谓民主贸易联盟，它面临着一系列无法调和的悖论。那在您看来，美方面对哪些难调和的悖论呢？又有哪些实质影响呢？悖论是在一系列层面展开的。那就美国国内来说，是所谓的特朗普悖论。特朗普一上台就掀起退群风，以致呢，拜登月初在格拉斯哥参加联合国的气候峰会时他发言一开场就向世界道歉，就前任退出巴黎气候协定道歉。那么谁又能够担保拜登的继任者不会像特朗普那样一上台就退出雷蒙多他吹得天花乱坠的所谓超越性的贸易框架安排呢？尤其要注意的是，特朗普本人再度参选，几乎是板上钉钉。那如果他回到白宫，美国这些个盟友或者是贸易伙伴又怎么办呢？就国际而言，悖论呢至少分两个层面。对小圈子里的美国追随者，最大的困境就在于他们的利益纽带呢并不稳固，他们和美国的关系也是完全不对等的。雷蒙多亚洲行的下一站是马来西亚，他最关心汽车芯片问题。那么此前副总统哈里斯访问东南亚，也把供应链安全挂在嘴边。那么美国它是怎么来抢阻芯片供应链的呢？之前业内最惊吓的这个事态，就是台积电和韩国三星在美方设定的大限之前，被迫交出企业的核心机密数据。那曾经有美国电视主持人在采访时就担心说，外国企业不交数据又怎么办呢？雷蒙多就笑着回答说，美国有其他手段。注意，就是昨天在新加坡笑谈美国无意重返 CPTPP 的这位女部长。那么这大概是让美方产业链伙伴们最不寒而栗的笑。贸易小圈子想拉就拉，但是呢，利益和市场是想圈就能圈得起的吗？就拿东盟10国来说，中国是每个东盟成员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市场能够被轻易隔断吗？东盟国家能轻易被忽悠吗？甚至对中国，美国不也是隔不断吗？ CNN 学者型的大牌主播扎卡里亚最近在参加美中关系委员会的专场论坛时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新冠疫情之下，美国老百姓健身房去不了，很多人都买了叫 Peloton 这个健身器械在家练。那么这款健身器是哪里生产的呢 ？Made in China， 没错，就是中国制造。扎卡里亚说，这就是所谓的 interdependence， 是相互依赖。中美关系已经被这种相互依赖锁定了。 在冷战年代，美苏贸易额巅峰时代，也就是1年20亿美元。但是呢，现在中美贸易额1天就能够达到20亿美元。特朗普当初高举关税大棒是要平衡贸易赤字，但是呢，去年新冠疫情之下，中美贸易额再创新高，美方的贸易赤字也刷新了纪录。这不正是美方不可调和的贸易战悖论吗？ 那么，面对美方悖论，中方又应该如何应对？美国总统国安事务助理沙利文声称，将在4方面和中国接触沟通，但又扬言要动用所有工具来对抗中方所谓不公平经济行为。你又是如何评论？雷蒙多在新加坡暗示要搞所谓稳固产业链、瞄准高新技术的小圈子机制性的安排。我认为中国领导人在同场论坛的发言主旨就是最好也是最有力的回答。 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视频发言中强调，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中国将会继续推动高水平的开放。
中国最高领导人上周在 APEC 工商峰会发表主旨讲话时说的再明白不过，以意识形态划线、搞地缘政治的小圈子，终究是没有前途的。亚太地区不能也不应该回到冷战时期的对立和割裂状态，搞所谓产业链小圈子，搞所谓高端技术的小圈子，就更加没有前途了。在中美元首长达3个半小时的视频峰会中，习近平把脉中美经贸关系，特别指出它的本质是互利双赢，在商言商，不要把中美经贸问题政治化，双方要做大合作的蛋糕。但是呢，我们从雷蒙多以及沙利文的最新表态来看，至少目前美方一些个高级官员，他们呢还没有摆脱将经贸议题政治化、安全化的这种惯性思维。雷蒙多放言，所谓新经济框架进程明年初启动，而美方自拜登以降，他们都高度关注芯片产业链以及供应的安全。那鉴于台积电的这个产业领先地位，美方的新机制安排会不会再打台湾牌，会不会再度操弄台湾议题，这是尤其值得我们警惕的。在昨天的彭博创新经济论坛上，包括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内的与会各方，他们呢都高度评价刚刚落幕的中美元首重磅会晤。世纪老人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更是盛赞这场视频峰会，认为是中美关系潜在新氛围的这个体现。那么沙利文公开谈到寻求4方面对华接触，这当然是美方在执行层面的理解与设计。我认为这其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有关经贸议题的发生。我想这大概率意味着中美接下来的经贸对话将会升温，将会提速。那么特朗普时代挥舞的关税大棒大概率也会彻底的放下，因为其实受伤最重的反倒是美国消费者自身。当然了，沙利文他也有所谓的强硬表态，这是美方惯用的谈判施压手法和叫价的手段，我们呢不必太当回事儿。好的，也谢谢管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